fresh like the morning. Mouth wide open like they yawning. Every time they see me, they in G-Shock. Homie, this is too far. Homie, I feel too alive. You can see me like Illuminati. 这些新 beats， 我是儿童，小东西大时代。韩剧的背后为什么是一场国家赌局？今天这期我们就一口气把这场赌局看明白。就在7月，一个表面窝囊的中年男人，为了找回女儿，用一双拳头打穿了整个屏幕，冲上了网飞韩国和非英语区的双榜第一。20多年前，另一个男人只靠一条围巾就血洗了整个亚洲，当时引得大妈怀着少女尖叫，几乎属于风靡全城。这一条围巾就是韩剧《冬季恋歌》里主角裴勇俊戴的一条普通围巾。拳头和围巾，温柔和愤怒，代表了韩剧工业的2个时代。但从这条围巾拉动日本几十万主妇跨国消费的那刻起，韩剧就从普通的娱乐媒介变成了整个韩国最锋利的资本触角。它拉开了 K-pop、K-beauty 统治全球潮流的20年序幕。那个在雪地里微笑的男人裴勇俊更是摇身一变，成了开创现代韩流帝国的幕后教父。2026年的韩剧工业，很多地方的成熟度其实已经超过了美剧，比如像金部长凭什么一上网飞就在韩国本土和全球非英语区霸榜？这部剧竟然是一部条漫 Webtoon 改编的，是朴泰俊公司出品，之前还出过一部网络爆款叫《看脸时代》。那为什么韩国现在喜欢用条漫去改剧？在算法时代，条漫属于韩剧工业的前置钩子，刷起来不仅短平快，而且提前能测故事。读者会不会喜欢窝囊老爸是特工？连载前几十话的线上数据直接给了答案。然后再测角色，金部长本来是配角，因为读者反应强烈，提升成了独立主角。更重要的是，条漫的画面就是低成本的分镜，制作方省去了大量工作和成本。剧集还自带条漫的种子用户，不用冷启动。这套打法非常成熟，属于当下典型的韩剧 IP 工业流程。未来条漫改编将会越来越多。韩剧的今天背后不仅站着庞大精准的资本运作，身前又折射出几十年来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倒影。那20多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才有如今充满戾气和怨气的这种韩剧？2000年的时候，袁彬、宋承宪、宋慧乔的蓝色生死恋当时开辟了韩剧3宝：车祸、白血病、治不好，奠定了当代韩剧文化的基础。2002年由冬季恋歌解绑，直接带来了国家层面的经济和商业的巨大变化。因为这一部剧美好的就像童话世界，纯洁温暖，几乎和冰冷的这种现实世界是完全隔绝的，给了大半个亚洲女性一种心理代偿。而且这部剧彻底打通了日本市场。裴勇俊在日本引发了叫ヨン様的狂热，证明了韩剧不光在其他国家有巨大的变现能力，还拉动了韩国自己的旅游业。当时大量日本女性来到韩国，买围巾、买人参、买化妆品。2001年的时候，剧里的南伊岛还是个荒凉的私人小岛，一年的游客量也就区20万人。剧播完以后，游客量涨到了200万，也拉动了周边民宿、餐饮和客运。据韩媒报道，冬季恋歌创造了超过1万亿韩元的延伸经济效益。这个阶段性成果其实都要感谢一个人的眼光和勇气，这个人就是当时的韩国总统金大中。1997年，韩国因为金融危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签署了一个耻辱的救援协议。据当时报道，大概有350万韩国公民捐出了自己家的金戒指、金项链，这些都被融化成了金条，价值大概21美元左右，作为外汇储备直接捐给了国家，还了债。虽然在2001年韩国提前还清了贷款，但这时候的社会结构已经被彻底震碎了。因为当时为了配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要求，韩国开始大量的裁员，企业废除了终身雇佣制，开始了外包合同工制度。这个制度和后来的房价、财阀交织在一起，直接催生了今天韩国年轻人失去希望的N泡时代。这也就是为什么像金部长、铁拳教育这种爽剧里对社会不公有种近乎失控的怨气，很深的一部分就埋在2000年的社会结构转型里。就在经济一片废墟里，总统金大中临危受命上台了，但他面临了一个几乎无解的死局，传统制造业几乎半身不遂，韩国拿什么去赚外汇？巧合的是，他看到了之前总统咨询委员会提交的一份报告，关于美国大片《侏罗纪公园》在全球的票房加周边的收益，这个利润相当于韩国卖150万辆现代汽车的利润。金大中一下子猛然醒悟，他决定放手一搏，以文立国。98年，他推动废除了多年的这种影视审查制度，改成了分级制。这个改变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创作者的双手，允许探讨禁区题材，比如像政治黑暗、暴力犯罪等等。
注意，这个阶段只是允许探讨，但也催生了后来韩国暗黑剧崛起的制度温床。这个后面会仔细分析。金大中还有一个非常大胆，甚至在青瓦台受到了质疑的产业判断，就是对当时封掉的日本电影、音乐、漫画和文化产品进行重新开放。当时很多韩国人是担心的，因为日本流行文化全面进入后，本土产业肯定会被冲垮。这个判断是有道理的。但金大中刚好相反，决定再赌一把，因为他判断长期的保护会让韩国文化失去竞争力，开放才会使韩国的内容提升质量，也能让日韩两边形成交换市场。几年以后，冬季恋歌反向打进日本，还引起了巨大的商业经济效益，证明了金大中当年赌对了，而且是一条让韩国文化走进日本，甚至走进世界的一条路。紧接着1999年，他颁布了文化产业振兴法，把文化产业直接定成了国家战略产业，还设了由总统直接管理的韩国文化振兴院。为了让韩剧走出国门，创造外汇，政府给了各种高额补贴，用价格抢占亚洲客厅和电视屏幕。加上当时的韩元贬值，其他电视台引进一部高质量的韩剧，成本可能比自己家拍的还要低。自从文化振兴法开始，99年到2004年，蓝色生死恋、爱上女主播、情定大饭店、美丽的日子、天国的阶梯，几乎当时每一部韩剧都风靡亚洲各家电视台。这时候，韩式潮流和 K-beauty 也逐渐登上了历史舞台。裴勇俊在剧里那种微卷染成金棕色的碎发，打破了东亚正经男性不染发的传统。当时几乎全亚洲的理发店都在模仿裴勇俊的同款发型，对男性的审美也从传统硬汉转向了食草系男性。这和后来 K-pop 男团的花美男、精致妆造、亲密的那种粉丝服务，其实是一条暗线相连的。还有高领毛衣、呢子大衣，再配上那条灵魂围巾，这种穿搭潮流直接定义了第一代韩国欧巴。女生的妆容也告别了90年代深色口红和粗眼线，开始流行水光肌和伪素颜。为了模仿剧里崔智友掐得住水的那种皮肤感，女孩们开始疯狂消费化妆品。韩国厂商也顺势推出了当时像 The Face Shop 和 Skin Food 这种平价品牌，主打天然的概念，只卖10几、20几岁的女孩用得起的那种爽肤水和口红，完成了 K-beauty 对亚洲年轻女性市场的第一次收购。但这些都还没有到整个世界开始消费韩式文化的开端。直到2004年，大长今的出现，这是一部54集的长篇历史剧，它当年在韩国创下了58%的收视率。除了亚洲，欧洲人民也在看，甚至非洲都在看主角李英爱。更有意思的是，在伊朗，大长今在当地创造了86%的恐怖收视率，李英爱也在伊朗成了国民女神。LG 集团请她当了代言人，把旗下的家电直接干到了中东市场份额第一。随着剧集播出，韩国的红参泡菜出口额在04年前后也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其实大长今的出现非常适时，因为他给当时深陷危机的韩国国民打了一剂强心针。怎么又发生危机了？因为韩国刚在01年还完外债，还没喘口气，现实的铁拳又砸了过来。这就是史无前例的卡债危机。当年为了刺激 IMF 之后的国内消费，放宽了信用卡的门槛，结果很多没有收入的大学生、街头流浪汉和失业人员手里都攥着多张高额信用卡，结果泡沫在2003年被瞬间捏爆，有380万至400万人沦为没有能力偿还的信用不良者。当时韩国才多少人口？所以最大的信用卡公司 LG Card 几乎破产，股市大跌，家庭破裂，甚至跳汉江的新闻每天都霸着报纸头条。韩剧里大长今的命运真实映射了当时每个深陷债务危机的韩国人。大长今在剧里被陷害、被流放、被剥夺一切，但他每一次跌入谷底，都靠着自己对食材、对艺术、对生活的死磕，一次次又站了起来。大长今成了那一届韩国老百姓的精神救生圈，这并不夸张。因为你想在一个自身难保的时代，接近60%的收视率，说明了什么问题？但如果只提供情绪代偿，那韩剧还称不上最锋利的资本触角。大长今在国内消费信心彻底冰封的时候，在海外市场又给韩国活生生撕开了一条外汇大动脉。韩国人用传统饮食和韩式文化，不仅给自己国民打了强心针，还在全球范围内把韩式生活从一种概念变成了明码标价创造外汇的出口商品。这时候的韩剧产业已经彻底尝到了出海换外汇的甜头。之前我们聊过的韩剧三宝是纯爱、车祸、治不好，那 2.0 时代的三宝又变成了什么？是丧尸、暗黑和拳头。经过10年的发展，韩剧的商业体系愈发成熟。这时候硅谷的流媒体巨头盯上了它，因为它身上还有一种特质，就是那种不受语言和本土文化约束的底层创作逻辑，这也是很多国家做不到的。2013年全亚洲的社交媒体上都疯传一句话：下雪天怎么能没有炸鸡和啤酒？
这部《来自星星的你》，主角千颂伊只是随便念叨了一句，结果炸皮突然就成了当时年轻人的流行语。自从有了智能手机和社交网络，剧里的每个分镜、每个机位都变成了精准的商业广告位。剧里的那支圣罗兰口红在全球基本卖到了彻底断货，炸鸡也从一个高饱和薄利润的行业直接成了一个国际名词。大批的韩国连锁品牌借着这股风口疯狂地向海外扩张。这时候的韩剧已经是韩国生活方式的全球出口终端了。包括2016年那部《太阳的后裔》，出口到了32个国家。当时根据银行机构估算，它带来的直接经济结果也超过了1万亿韩元，还创造了4500个工作岗位。这时候 Netflix 终于坐不住了，因为这个科技巨头急需一个新的全球增长点。为了吞下这个成熟体系，网飞带来了2样韩国人无法拒绝的东西：源源不断的美元，其次是190个国家地区的全球播放渠道。更疯狂的是，网飞给了一个能让所有创作者都疯狂的条件：我出钱，但不干预你们创作，我只要全球流媒体的独家版权。这种只给钱不插手的资本模式，彻底解放了韩国创作者被传统电视台规训了20几年的那种野心。虽然经过了分级制度，但在本土电视台，血腥画面、暴力美学、对财阀政府的尖锐批判，不是你想拍就可以轻松通过的。但现在通通可以拍。韩剧工业从纯爱童话世界直接一个大步跨进了暗黑成人世界。2017年，一个女人手里攥着一份压了7年的剧本，敲开了网飞亚洲办公室。这个女人就是韩国编剧女王金恩熙。她手里那份没有人敢拍的剧本，名字就叫《王国》。这部剧的设定非常猎奇，就是把西方丧尸放进朝鲜王朝。当时韩国 SBS、MBC 这些电视台看完剧本以后反应惊人一致，觉得这个项目简直就是财务自杀。因为古装剧你本来就是烧钱，你还要做上千个丧尸特效和化妆，预算基本就是无底洞。而且画面也太血腥，砍头吃人，尸横遍野，这种画面怎么在电视台播？但网飞不这么看，他们急需一部能代表亚洲工业天花板，能通杀东西方观众的超级 IP， 所以一拍桌子，他们决定投了。而且给了《王国》第一季120亿韩元的预算，每集相当于170万美元左右，这是当时普通韩剧单集的数倍以上。金恩熙在后来采访里说，网飞从头到尾还真没对剧本提过任何意见，唯一的反馈就是你可以写得再血腥一点，更黑暗一点，不用担心尺度，钱我们有的是。这样的投资人请多来一点。拿到了无限开火权的韩国团队开始展现出他们非常恐怖的那种类型片工业能力。导演金正勋也被请了过来，他就是拍过《隧道》的那位硬核导演，直接用电影双机位和宽画面来拍电视剧。韩国工业给全球丧尸市场送去了一个全新特产，会100米冲刺的本土丧尸 K-zombie。어떻게 사람을而且金恩熙在剧里埋下的也是极度本土、极度深刻的政治隐喻，借着丧尸外壳讲了阶级压迫、官僚腐败的内核，本质上跟我们前面聊的债务危机里韩国老百姓攒了20几年的怒火是同一条暗线。网飞用资本做成杠杆，韩国人用极致类型片来做成支点，两者向全世界证明了一个事实：深度的本土化就是最极致的全球化。尝到甜头的网飞在1年里正式按下了韩剧暗黑重工业的加速键。于是我们看到了披着古装外衣的政治丧尸剧《王国》，看到了阶级分化的血色隐喻《鱿鱼游戏》，看到了特权阶层对普通人的霸凌《黑暗荣耀》。正是因为这条全球流媒体的通道，才有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金部长和铁拳教育。如今时代变了，今天的韩国欧巴不像20年前温柔的裴勇俊，如今霸榜的中年男人脸上都带着伤疤，眼里都写满了疲惫。面对社会不公、财阀压迫和系统性腐败，他们选择握紧拳头，把这个冷酷的现实砸个稀碎。屏幕里那些近乎失控的怨气，就是给当代底层人的电子布洛芬。这个药方早在20年前，韩国老百姓排队捐金戒指去还国家债务的时候就已经写好了。从一条围巾拉动粉丝经济，到一部历史剧挽救民众信心，从金大中孤注一掷文化豪赌，到今天算法和资本打造出来的全球爆款，韩剧的20年还真不是什么简单的娱乐故事，它是一个资源匮乏、饱经风霜的国家，在一次次的危机里用全国的气运当成筹码，在世界的资本牌桌上博弈的自救史。这些 Thing Biz， 我是乐童，我们下期见。